28号凌晨，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正式出炉。得票前5的政党分别为自民党191席、立宪民主党148席、日本维新会38席、国民民主党28席、公民党24席。自民党与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共获得215个席位，未能达到众议院465个席位的半数，即233席。这是自民党时隔15年再次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也是自民党自2012年重新上台后遭遇的最大危机。对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石破茂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实际上，为了这次众议院选举，石破茂不仅拼命跑遍全国，为选情焦灼的自民党候选人站台，还被媒体拍到在演讲时在手背上打小抄，写下多条提示信息。选举结果出炉后，他的去留问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有观察认为，无论石破茂是否会承担责任并辞职，日本政治都将进入混乱期。我が自由民主党は国民の皆様方から極めて厳しいご審判を頂戴をいたしました。在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前，10月27号晚，石破茂曾表示自己不会辞职，将履行自己的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自民党内可能会出现要求石破茂下台的呼声，但因为11月可能召开首相提名选举特别国会会议，在此之前要求石破茂下台的声音不太可能在自民党内部获得多数支持。不过，有观察指出，2025年7月，日本还将举行参议院选举，那时自民党内部要求石破茂辞职的呼声，令其面临短命内阁的危机恐更加严峻。未来形势如何发展，需要看接下来石破茂将如何联合各个在野党。据计票结果显示，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获得148席，在这届众议院中获得席位数仅次于自民党。其党首野田佳彦已明确表示将争取成为首相。外界关注到，自自民党成立以来，其在野时间仅有5年。2012年与公民党组成执政联盟后，更是连续3次掌控众议院2/3以上席位，稳定控制参议院超过半数席位。虽然日本宪法未规定众议院选举需过半数才能执政，但由于首相指名选举及绝大多数国会决议均需要投票数过半，因此执政党在众参两院的议席最好均超过半数，否则将导致石破茂在国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次选举结果也把石破茂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本来他上任之后第一时间召集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还是期望能够凭借新的首相、新的内阁带来的新鲜感，能够刷新自民党的形象。那么从结果来说的话，让石破茂面临着党内问责的一个声音，包括以他的竞争对手高市早苗为首的反石破茂的阵营现在也是可以说是蠢蠢欲动，党内的矛盾也可能会逐渐的公开化。当然，对自民党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稳住阵脚，而不是忙于内斗。所以现在暂时来看的话，石破茂只要自己不主动提出辞职的话，他还能再撑一阵。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后，组建不久的石破茂内阁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10月28号，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泉进次郎在党总部透露，已向石破茂递交辞呈并获受理，辞去该职是为众议院选举中执政党议席未能过半数负责。有观察指出，石破茂缺乏强大的派系支持，幕僚团队也不够稳固，这使得他的执政基础较为薄弱。为巩固党内向心力，此前石破茂组建内阁已是煞费苦心。一方面，他邀请素与其不对付的前首相麻生太郎出任最高顾问，任命对其提供选战支持的前首相菅义伟出任副总裁，谋求稳住党内大佬。另一方面，为兼顾派阀平衡，选用资深议员出任党3役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这次选举当中石破茂内阁中有2名现职的大臣落选了。所以根据这次选举的结果，如果未来石破茂还能继续组阁的话，他必然要进行一个内阁的改组，自民党的班子当中很多人可能会被换掉。那么同时，由于执政联盟它没有一个过半数的议席，必然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政权。所以对自民党而言，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的寻找到新的执政盟友，能够组建起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受自民党黑金丑闻的影响，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的花销也受到外界关注。根据日本公职选举法规定，参选人用于众议院选举的最高金额根据选区选民人数有所差异，但总额应在2500万日元左右，约合116.88万元人民币。参选人的所有花费必须记录在选举活动费用收支报告书中并提交，可供任何人查阅。2024年4月，在东京都第15众议院选区的一场补选上，一名参选人公开披露了自己的选举费用明细，并直指问题所在。当时，该参选人是第一次以独立身份参选，并为此准备了1500万日元，约合70.13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300万日元，约合14.03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然而，在人事费上，一名汽车助选员的费用是3.75万日元，约合1753元人民币，包括法务在内的选举策划咨询费是58万日元，约合2.71万元人民币。张贴海报的费用是20万日元，约合9350元人民币。这名参选人的收支报告书显示，选举支出为617万日元，约合28.8万元人民币。该参选人表示，面对如此巨额花费，没有政党支持的普通人很难参选。然而，当普通参选人因资金问题而捉襟见肘时，也有一些参选人却故意在收支报告书中少报。涉政治黑金丑闻的前自民党众议员原浦健太郎的秘书此前接受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调查时表示，在选举中支出金额高于法律规定金额是惯例，不能将实际支出金额全部写明，所以有些支出金额没有记录在案。实际上，如何挽回因黑金丑闻受损的自民党形象，是石破茂出任日本首相后需解决的一大难题。有观察指，石破茂迅速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的确在客观上打断了日本国会对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的调查，在支持率的高点上打了在野党一个措手不及，但同时也留下了把柄。日前有媒体报道，自民党虽然看似惩罚了黑金涉案人员，实际却向非公认候选人每人提供2000万日元竞选资金，与获得该党提名的公认候选人所获金额相同，受到在野党和民众强烈批评。也给我2000万日元迅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词，以此讽刺自民党暗中支持涉黑金丑闻候选人。也有民众将矛头对准石破茂，批评其缺乏彻底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10月27号，日本进行了新一轮的众议院选举，日本首相石破茂领衔的自民党和公民党未过半数。石破茂这首相呢，还能够做得下去吗？蔡先生？基本上还能做下去。他需要联合什么呢？公民党以外的政治力量，比如说一些这个无所属的这个议员，那么拉拢他们来进入这个执政团队，啊。第二个呢，或者就是说这个还有别的在野党力量，你比如说维新党，还有一些比较右的。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勉强可以让他继续执政。但是的话呢，这个首相就是一个跛脚首相，非常弱势一个首相，所以呢，对他的未来前景，我是觉得不是很乐观。大家都知道嘛，从2012年以来，安倍就是一位强势首相，他执政将近8年，就是因为他常常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并且还是大胜，所以他成为一位强势首相。而今天的众议院选举结果对于石破茂来说，他已经成为一位弱势首相。成为弱势首相以后，他的执政理想那可能就对折大半了，因为他提出的好多议案了、法案了，他在众议院无法获得通过，执政前景非常非常艰难。石破茂组阁之后呢，他的内阁支持率只有51%，比上一任岸田文雄的支持率59%还低。那么石破茂会重蹈岸田文雄的覆辙吗？我认为呢，他比岸田文雄还不如，因为岸田文雄毕竟有3年，而且他也带领过这个团队打赢过2次选战，对吧？众议院和参议院。那么现在来讲，就是说以目前这个状态，非常有可能陷入到走马灯换首相的这个局面，因为他的执政阻力来自哪里啊？其实是一个呢不可能的一个矛盾悖论，就一个方面他要呢营造党内的团结氛围，另外一方面又要给选民一个说法，说我呢带领自民党，我要刷新自民党的这个形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黑金政治。可是因为他在党内他是一个弱势的这个首相，所以呢他呢所谓的团结，无非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对那些涉及到这个黑金丑闻的一些人啊进行包庇和纵容。
可这么一来的话，老百姓就不信任他了。哎，说你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你怎么给我们带来一个刷新的，就自民党一个刷新的形象？所以在这么一个矛盾之中，其实他陷入到一个，说实话，一个蜡烛两头烧的一个悖论。石破茂呢是个军事迷，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他会以安全和防务优先来构筑其国政体系吗？连先生，从这个石破茂本身作为军事发射员来说，这个应该是他执政的一个重点。但是问题是我们发现呢，这里边还是有这个派阀政治的影子，因为严无义呢是石破茂在选举的时候推荐他的20个人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就拼命的要把石破茂推出来，所以这个石破茂当上总裁首相的这个第一功劳者就是严无义，肯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重要职务了。中古元呢？是石破茂的这个个人关系比较好的，石破茂的亲信不是很多，在自民党内的这个影响力不是很大，但是他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密友当中，中古元就算一个，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人。那么至于说这个林方正也好，小野四五点也好，这个是岸田派的这个红词会的人，是岸田的人。他这个人事安排上就能看出来，他是一定要重视这个国防政策问题，因为他这个安排里边其实有很多派阀政治的这个考量在里边的。表面上来看，除了麻生太郎的这个派阀之外，其他派阀都解散了。但所谓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麻生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呢，说实话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看上去精神头还挺好，而且还要继续参选下去，因为其实也不想退出。麻生太郎是明确支持高市早苗的。而且现在还是这个态度。菅义伟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呢，这个以这个一个党内的这个副总裁这个角度来，其实呢，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参加这个选举的。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调和这个原来的这个无派阀的这些议员的一些意见，特别是他是那个小泉的最佳支持者。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呢，小泉这次又是支持石破茂的，算是一个盟友吧，对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他跟岸田文雄的关系是并不好的。这个格局里面，石破茂非常尴尬的地方在哪呢？就是说这3个他是某种程度上一种大佬。但是大佬是幕后的，那么对在前面做的这个石破茂像一个提线木偶，被他们做这个操控。有的时候呢，他要听某某人的意见，但有的时候呢，即使我是你的对立面，但是因为我的影响力很大，你又不得不呢对我安抚。所以平小人，我认为他是左支右绌，左支右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尴尬的一个事情。10月23号起，一连7天，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开启代号为“利剑”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自1985年开始的第17次利剑联合军演，也是参演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演习，日本自卫队共派出了3.3万人、30艘舰艇和250架飞机参加，美军则派出约1.2万人、10艘舰艇、120架飞机参加，包括 F-22、F-35隐形战斗机、V-22鱼鹰运输机等均亮相演习现场。值得注意的是，除军事基地外，此次军演还将日本多地的民用机场和港口纳入演习使用范围之内。另外，本次演习美日还邀请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立陶宛、荷兰等多个北约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韩国、英国等共13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对此次演习进行观察。有分析认为，利剑演习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变得越来越强，美日意图在亚太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并从中渔利。此举无疑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利剑25演习的一个特色科目是在日本西南诸岛进行的撤离训练和伤员运输训练，地点选在了冲绳县的与那国岛。根据日本政府拟定的计划，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相关方面会派遣民用飞机和船舶，在约1天时间内将与那国岛除自卫队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等以外的全体居民撤离至九州岛。虽然撤离训练以防灾的名义进行，但自卫队的一名官员称，这一训练在台湾有事时也能派上用场。有观察指出，在撤离科目的训练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是鱼鹰运输机，这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往冲绳本岛和与那国岛。尽管鱼鹰运输机可以像直升机那样垂直起降，还能进行高速长距离的飞行，但是其设计缺陷导致的安全问题一直为人诟病，被认为是纯粹为军事用途打造的。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企图依靠美国在亚洲扩大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实际上则是被美方利用，稍有不慎便会引火烧身。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开展联合军演，美日近期一系列军事动向也引发外界关注。10月上旬，美国海军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首艇海狼号抵达美国海军第7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美军航母在东亚的唯一母港日本横须贺基地。海狼号核潜艇配备8具660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重型鱼雷、鱼叉反舰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备弹高达50枚。该级核潜艇经改装后还具备特战性能，可外挂小艇搭载特种兵潜伏到他国近海后，将小艇释放执行特战任务。其潜艇本身也可执行水下窃听、搜集情报等任务。此外，10月20号，美军试飞员驾驶一架配备特殊仪表的 F-35B 战斗机，在日本加贺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顺利着陆，证明了该舰近来针对 F-35起降而进行的改装是成功的。加贺号指挥官表示，这次试验对于加强日本防卫能力至关重要，这也提高了日美之间的互操作性，增强了日美同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有分析认为，作为军事迷且曾出任日本防卫大臣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将持续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近期的一系列互动表明，美日将推进在海洋战略方向全方位防务合作。不过，如何处理日美关系，却是石破茂需要面对的另一大考验。10月12号，在参加日本朝野政党党首讨论会时，石破茂再次提及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主张，并称这一目标以后必然要实现。此前，石破茂就曾表现出谋求对美平权的强烈意识。当选首相前，他曾表示希望把日美同盟提高到英美同盟的水平，把日美安保条约改成一个对称性条约，建议日本政府管理在日美军基地，并提出日本自卫队在美国建立军事设施，以改变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据了解，石破茂的这一想法最早形成于2004年的冲绳国际大学美军直升机坠落事件，当时美军立即封锁了现场，日本的警察和大学相关人员则被要求禁止进入，甚至不能参与调查。这使得美日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暴露在了日本民众的视野中。当时还是防卫厅长官的石破茂对此强烈不满，并自此开始致力于推进美日同盟关系的重新界定和对等化。他在2024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日本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因为日本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是不对称的。”石破茂既有意寻求对美平权，又要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增强威慑力。这看似矛盾的立场，其实反映了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下复杂且矛盾的心态和利益诉求。坦率地讲，美国希望日本扮演听话的盟友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这将成为石破茂平衡两者关系的最大阻碍。同时，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增强威慑力的举动呢，也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感，这可能会给日本带来更大的安全压力。对此，有日本舆论认为，石破茂对美平权的主张太过理想化。实际上，1960年岸信介内阁曾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谋求条约的双务性，但引发日本国内要求彻底废除该条约的抗议。最后的结果是，日美安保条约延续使用，岸信介内阁却因为没有废除该条约，而在国内抗议中被迫辞职。事后有消息指，美国中情局曾暗中资助了日本国内的反岸信介政府的抗议活动。有观察指出，在此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也有类似情况，不足够亲美的首相往往难以保持长期执政。不过有意思的是，也有声音指出，如果特朗普赢得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石破茂对于美日同盟对等性的诉求可能会正中其下怀。毕竟特朗普一直不满于美国对其盟友承担了过多的保卫责任和成本。被预测，如果特朗普上台，就会被重用的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应当欢迎日本寻求追求更加对等的同盟关系，但相对应的，日本也应该将其防卫预算增长至 GDP 的3%。但这对于防卫预算上不到2%的日本来说，显然也是一道难题。有报道说石破茂正在计划在美国大选之后很快就进行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访美，希望呢能够与下届美国总统尽早就美日合作项目和课题达成共识。那么无论美国大选谁胜谁负，号称以外交见长的石破茂会如何把握日美关系呢？蔡先生，
其实吧，我觉得呢，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说11月份初，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然后石破茂去访美，可那个时候总统还是拜登，还是拜登。那当然，如果是哈里斯赢的话，因为哈里斯是拜登的副总统，这个问题就好办。但如果是特朗普来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是跟拜登阵营的一个竞争对手来见面。安倍已经上演过这个戏码了。石破茂无非再来一次，因为逻辑很简单。其实平心而论，在跟美国的这个交往过程中，日本只有不断的输血，没有第二个路，这就是它的一个不对称性的一个造成的一个结构性的结果。此前呢，石破茂曾经主张改变不对称的日美同盟关系，修订日美地位协定，让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共同管理在日本的美军基地。这种对美平权的设想有可能实现吗？连先生？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日美同盟呢，它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现在石破茂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日美双方要考虑一下这个我们的平等性？这个平等性呢，其实不一定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他这种想法，我觉得还不到时候，还太早。美国是绝对不允许日美的同盟出现这样的情况。日美同盟在美国来讲，它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它就是以美国为主的。任何一个日本的政治家和首相，如果触动了日美同盟，特别是这个驻日美军的问题，美国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确实也看到，美国目前是在亚太地区呢，越来越倚重日本，那么这会给石破茂增加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吗？首先呢，筹码呢有一点点，讨价还价没有，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设定好的，日本没有太多东西。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回过头来说，因为日本本身的国家力量在越来越削弱，美国如果来一句说我真的放手了，你日本害怕不害怕？所以从结构角度来讲，恰恰是倒过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美日大规模军演拉开帷幕之前，10月20号，由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主办、代号护国的年度大规模军演率先登场，时间持续至11月8号。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美军多以派遣观察员和训练员的方式参加护国军演，参与演练的科目主要与指挥所有关。但从去年起，美军参演戏份大增。此外，韩美空军还于10月21号至11月1号举行为期2周的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自由旗帜。演习内容包括航空阻断、防御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等任务，检验并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由美方参与的大规模军演几乎同一时期在东北亚地区举行，引发外界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关注。日前，韩国国防部已同意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入韩国。这一决策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日韩之间军事隔阂的缓和，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在2战结束后可能再次进入朝鲜半岛，同时也表明由美国主导的美日韩3边军事合作向前推进一步。实际上，近年来美方动作频频，不仅有意深化美日、美韩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力推美日韩3边军事互动。2023年12月，通过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协调，日韩分别实现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雷达指挥控制系统、韩国军队与驻韩美军雷达指挥控制系统的互联互通，意味着3国可实时共享导弹预警情报。2024年6月，美日韩海警机构首次在日本海举行海上联合演练。6月底，美日韩首次在济州岛以南公海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涵盖海域、空域、网络等多个领域。7月，美日韩3国防长签署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并决定美日韩将定期轮流举行防长会议、总参谋长会议、安全会议等高级别会议。有分析指，美方通过放大半岛威胁，拉近美日韩3边关系，其本质目的还是为了给自身的印太战略添砖加瓦。但3国各怀心思，尤其韩日之间的关系波动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且历史隔阂深重，在客观上也限制了军事合作的深度。此外，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未来新一届政府能否维持现有的外交推动力度，还需进一步观察。事实上，近期为了稳固与美国的关系，韩国和日本都有所动作。10月4号，韩美双方敲定了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根据新协议，从2026年到2030年，第一年韩方承担的防卫费金额为1.5192万亿韩元，约合11.34亿美元，较2025年增加8.3%。双方还商定，到2030年将参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每年上调韩方分担额，年增幅上限设为5%。据悉，韩国政府之所以在当前合同期远未结束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与美国提前2年签下一个为期5年的合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特朗普当选后会狮子大开口，甚至危及韩美同盟。日前，特朗普声称：“我已对韩国说，你们必须付钱。” We protect them, but wait, they don't pay us anything. And if I were there now, they'd be paying us $10 billion a year. And you know what? They'd be happy to do it. It's a money machine. So. 不仅韩国在为美国大选结果提前做准备，日本首相石破茂也筹划着自己上任以来的首次访美之旅。在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后的9月29号，石破茂就曾公开表示，期待在2025年1月20号美国新总统就任之前与当选者见面。有分析指，石破茂如此急于与下届美国总统进行接触，也是想提早探一探美国的政治风向。不过，此前石破茂曾鼓吹构建亚洲版北约，这一构想在美国遭到质疑。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直言，现在讨论这样一个提议还为时过早。外界普遍认为，亚洲版北约脱离亚洲地区多元化的现实，也有违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在此之前呢，石破茂提出亚洲版北约引起多方关切。蔡先生，您如何看待石破茂的亚洲版北约的构想？这个构想的具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目的和意图又何在？我其实对这个构想啊，我有2个成语来形容它，一个是一厢情愿，一个是自相矛盾。因为第一，它要实现日本的完全的外交和国防安全的自主化。第二点呢，那么这个亚洲版北约实际上就是说，日本要联合这个当地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一起呢更好的进行对中国进行制衡。那么第3点就是说，日本要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这是它的3个目的或者是它的意图吧。可是我们发现这3者之间有个什么逻辑悖论呢？假如说你这个日本要进行完全的一个独立化，那你亚洲版北约里面美国是一个什么定位？因为你的意思实际上是我要当头的，可是你在亚洲你怎么当头？印度不同意啊，连印尼都不同意啊，而且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亚洲出现这样的一个什么类似于北约的对抗。还有个最要的是，你日本的国力与中美比起来，你的差距越来越大。你用一个以小博大，这本身就不现实。第二个，它本身内部有很多的一个自相矛盾性，也不符合地区其他国家的一些构想，所以它是自相矛盾和一厢情愿，这就是我的个人的观点。石破茂明确提出亚洲版北约是应对日本自己的安全，如果美国不可靠的话，日本是不是搞一个集体安全？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还提出一个他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他也认为单纯的军事呢，并不能保证国家的绝对安全，还要加上外交，就是在外交上，所以他提出要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同时也要在外交上要改善中日关系。他加强军事力量，其实他针对的防御的就是中国，但同时他是认为改善中日关系，这个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步骤，这个是他的考量。其实，在他那里是不矛盾的，他认为这个安全问题就是要综合考量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理解这个美日韩和亚洲版北约的时候呢，对于石破茂来说，它反映了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日本一部分人的战略焦虑。这个战略焦虑就是他对日美同盟还是越来越感到没有自信。庞先生如何看待石破茂鼓吹的亚洲版北约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日本的现实政策？所谓的亚洲版北约就是日本、韩国加东盟吧，就是说是，在韩国目前尹锡悦政府的政权可以，韩国可以就是某种程度是可以认可日本的这一政策吧，但是韩国下一届政府呢，就面临着很大的不对，韩国下届未必会支持现在尹锡悦政府的政策，所以这个日韩关系合作不起来，日韩无法深化这个军事合作，那么所谓的亚洲版北约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似乎是反对石破茂的亚洲版北约的。
那么美国对于亚洲版北约究竟是什么态度？亚洲版北约里面暗含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日本要跟美国搞平等，搞平等，要改变现在的这个非对称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反对，但是美国呢说到底呢，这个如果亚洲版北约是以我为主的，因为美国本来也就是想把整个这个北约东扩甚至这些年我们看到，就是说日本跟北约的一些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对不对？这是第一，我主导。那么在我主导，美国主导这个，如果将来有这个条件的话，美国主导这个框架下，希望你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换句话说，你要拿出更多的真金白银来，这个我们美国是欢迎的。但是说到底，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亚洲版北约，那应该是美国提出来亚洲版北约，你日本积极成为里面的一个积极成员，而不是说你提出一个自主性的亚洲版北约，这个美国是反对的。他们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差异态度在这里。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在亚太地区，或者说在东北亚地区，我们是否可以去思考或者展望一个不搞阵营对抗，但是呢能够维护共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安全架构呢？我们也提出这个3大倡议：安全倡议、这个发展倡议和文明倡议。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你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和基轴。第二步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在一些议题上实际上多边还是有合作的可能性的这就一些这个具体的议题在做，这个东西要做。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呢，过去关于东北亚的一个安全呢，因为当时围绕到朝核问题有一个6方会谈，未来能不能有一个类似的机制很关键，因为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复记说好，我们把美国排除在外这是不现实的。